每次说到中国强大的话题，就一定有人私聊我：你把中国说的这么牛逼，那为啥还不收回台湾？那么今天就专门出一期视频，争取把这个事儿彻底聊明白。台湾的问题现在是这样的：以前是中国害怕美国介入台海，现在是中国希望美国赶紧介入，但问题是美国打死不来。这事儿变得特别有意思。早几年台湾一紧张，北京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千万别让美国军舰靠得太近。而如今解放军都能从宫古海峡、巴士海峡、巴林塘海峡围着台湾转圈玩了，外加航母编队在第一岛链外晃悠，那美国的航母呢，它反而是转头就走。平时关心台海局势的朋友早就明白了，这种反差说明了一个问题：中美之间的角色已经逆转了。美国现在根本不想亲自碰中国，反倒是中国有点着急了，想拉着美国下场正面对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仅仅拿下台湾这个战略目标已经满足不了中国现在的诉求了。中国现在在等一个机会，一个能跟美国直接掀桌子的理由，不是打一场短小精悍的收回台湾的战争，而是打一场能让美军在整个西太平洋彻底滚蛋的大仗。目标很清晰，要的不光是一个小小的台湾岛，而是西太的主导权。而美国呢，算盘打得贼精，计划再搞一套代理人战争的剧本，企图再抄一遍东欧那出戏。说穿了，美国人想找人代打，中国直接想掀桌子。而美国的这套操作套路不能再熟了，乌克兰模式还冒着热气呢，堪称最低成本围剿对手的范本。美国人几乎不流血，靠着一张嘴、一堆武器、一套媒体话术，就把俄罗斯拖进了一个3年放血不止的泥潭。这仗怎么打的？乌克兰出人，欧洲出钱，美国出情报和武器，最后收割毛熊。美军没动一根手指头，军工复合体的利润蹭蹭涨，美元回流，能源涨价，欧洲被套牢，一箭多雕。这桌大席美国吃得太顺口了，所以他就琢磨能不能在东亚再来一次复制粘贴呢？最好就是能再找个小弟替他跟中国干上一架，打一场东亚的乌克兰战争。这个小弟的候选名单已经摆上了美国的桌子了，韩国、日本、台湾、菲律宾，美国是轮番敲打，挨个给他们做思想工作。只要有一个敢先开第一枪，美国就能名正言顺的搞一把所谓民主阵营围剿专制轴心的把戏，然后对我们升级制裁、启动脱钩、搞舆论战。而中国一旦变成战争国家，老美就能顺手把供应链搬回北美，再给中国来一轮芯片加制造业双重断供，然后自己再次躲在后方吃瓜。只不过这个年头聪明人太多，像乌克兰那样的傻子变少了。日韩两位老牌同盟早就过了替人卖命的年纪，韩国一看苗头不对，马上划清界限，台海冲突不是我们的事儿，翻译一下就是别拿我当炮灰。日本平时口号喊得震天响，岸田见谁都敢谈备战台湾，可一旦事态升级，就开始说希望各方克制。终于壮着胆子说了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，结果我们外交部一瞪眼，你再说一遍试试。他立刻就跟个瘟鸡似的，蔫头耷拉脑。外交辞令一套一套的，真上战场，你看他们比谁都躲得快。菲律宾这种地理位置靠前的，倒是被美国压着试水，海景硬刚碰瓷南海，演了一波又一波。但每次中方一硬，他就软得像泡面。非外交部立刻否认升级，军方赶紧澄清，俺们不寻求冲突。至于台湾，确实成了最活跃的挑事分子，但他也最清楚自己是几斤几两。姓蔡的那个娘们在任的时候，对大陆各种文化去中、军事碰瓷、官员访美、挑衅动作层出不穷。到了癞蛤蟆上台后，更是火力全开，试图整一坨大的，就差点火了。但问题是，真要打起来，美国不亲自来，他们连1天都顶不住。他们不是不知道中国现在的军力有多猛，而是押宝美国，幻想着美爹会拉他们一把。然而美国每次都表现得异常冷静，甚至冷漠。台海局势再紧张，白宫都是统一回应，希望双方保持克制，我们维持现状政策，不支持台独。这套说辞各位熟悉不？这不都是咱们过去的话术吗？怎么就成了老美的台词了呢？换句话说，美国人心里门清，真要打起来，谁上战场谁死，但自己人一个都不能牺牲。这个局面就像是美国是个导演，对演员说 action， 结果台下的演员纷纷说哥，你先演一个给我看看。美国气急败坏地说，我他妈要是能演，还要你们干毛线。再看中国，咱们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台海慎战派了，现在是不怕战，反而是希望打一场能彻底解决问题的仗。高层的想法很清楚，打台湾只是局部胜利，搞不好还会被拖入烂仗，动手容易，被围堵也是肯定的。但是为了一个台湾承受这些，划算不划算呢？当然不划算。真正要赢，不是拿下一个小岛，
而是要打掉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，一战定乾坤。上面想的不仅仅是收复台湾，而是清空美国的势力圈，驱逐美军在第一岛链所有的前沿基地，逼着日韩选边站队，别老在我的家门口还当别人的看门狗，顺势让整个东南亚都意识到谁才是这个地区的扛把子。